庇护，哼，我早就想捣毁他了。哎呀，陆县尉您醒了，太好了！我已经告知苏先生和喜君小姐，您在司马县尉家，小伤并无大碍，关键是怕他们着急嘛。是小聋子告诉我你要独闯云顶仙阶，我才去了。还好，见识了前金无畏中郎将以寡敌众的雄姿。你这把横刀不错，只是并非我大唐官方制式。百姓打的刀，令我时刻不敢忘记百姓。陆县尉，您这句话，司马县尉以前也说过。司马县尉，司马县尉，哎，你别生气嘛。金鱼坊那处所在，已经荒废多年，老百姓都说，再荒下去就要闹鬼了。如今有人出重金购去，更要打造云顶仙阶，与云顶夜市遥相呼应，这岂不是大好事？夜市乃正常经营，可他们要搞什么猎杀游戏？岂是大唐律法所容啊！哎，你没看出何玉郎是何等人物？宫里出来的，此次是奉旨西来。旨意在何处？这人家能给咱们看吗？再说了，县令才到云顶2年时间，就要高升，要不是天子身边有人帮忙，能升得这么快吗？司马兄，你在云顶可是当了10年的县尉，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升吗？但朝廷早把你给忘了。未来，咱云顶靠仙阶通天，对你我，不都是好事吗？啊？司马县尉，司马县尉，司马县尉因何不快？提议取消夜禁，开放夜市，我心中无私。哪怕自己经营酒业，也是为了富饶云顶，因为时刻不敢忘记百姓。我始终扪心自问，而今他们要搞什么云顶仙阶？若不伤我云顶百姓，还则罢了，否则我司马亮绝不答应。当时的县令已高升，而我司马亮却被罢官。听说司马兄跟那何玉郎有些交情，他到底什么来路？真是从宫里出来的？谁知道？前几天还请我喝过酒，我百般套话，何玉郎却丝毫不露马脚。我只知道此人是宋商的一个同窗带到云顶来的。可是一个叫赵雷的。没错，就是这个人，秦州人士。这么说，司马兄见过赵雷？见过。刚才小聋子提到的那天，同席共饮的就是他。怎么，也找到你那里去了？哎，他的兄长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，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。宋商在撒谎。既然司马兄一直有所戒备，就没有怀疑那些人口失踪案与云顶仙阶有关？当然怀疑过。可曾查过？查过。如此，烧毁卷宗之人，应是怕司马兄探破真相。不，那些卷宗并没有被烧毁，都在我这里。我是担心新任县尉与某些人蛇鼠一窝，我卸任后，这些卷宗留在县县，反而不安全。故借毛贼放火之际，将其转移，现尽数归还。卢兄若要治罪，司马亮领了便是。索隆不是说卢凌风已无大碍了吗？别再想了。我是在担心姬师公。
喜君，你看这可是云顶仙阶的模型。正是，一休好眼力。我之前就觉得像，有你的验证，那就错不了了。从这模型的古旧程度看，至少应该有20年了。这宅子之前住的是吕仙客，模型与失踪的侍婢师吕仙客又有何关联呢？县令，下官敬您一杯。好，喝酒呢？怎么不叫我啊？卢县尉来的正好，县令刚才还在夸你，这么快就破获了一桩命案。是啊，有宋商和卢凌风，你们俩是左膀右臂，我黄甫谭，我真是太有福了。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来，坐。破获一桩命案不算什么，县械所失卷宗214卷已全部寻回，其中有人口失踪案109桩。我刚才草草翻阅了几份，竟发现多处疑点指向云顶仙阶，请黄甫县令立刻查封云顶仙阶。这可不行啊！县械与云顶仙阶早有合约。宋商，我曾问起你同窗赵雷之事，你当时怎么答复我的？他并没来过云顶啊！你撒谎！当时黄甫县令尚未到任，是你向前任县令引荐的赵雷，提出经营云顶仙阶，并开设猎杀游戏。这怎么，还想让我再找证人吗？是，赵雷确实来找过我，可此人忘恩负义。自从他拿到了云顶仙阶的经营权以后，人就不见了，故不愿意承认他来找过我。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哼！来人！在。我怀疑宋商与人口失踪案有直接关联，先将他捆了，下云顶狱。你待查封了云顶仙阶后再审。是。你，哎，县令，左机长，你们先下去。大胆索隆！我黄甫谭乃云顶主官，我的话你们不听。哼！是。县令，卢凌风。宋商可是你的上司，你要拿他下狱。人命关天，卢凌风顾不得许多。有本现在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此案涉及多条人命，又有多名失踪者危在旦夕。特使卢凌风请求特办。幸好这朝廷的密旨，我黄甫一直带在身上。大理寺少卿卢凌风，居功自傲，以致失察，故左迁韩州云顶尉，以求断其秉性。若其潜心锤炼，只需鞭策；若仍胆大妄为，卢凌风，后面你自己看吧。不得外宣，我和咱俩祖上有交情，我才透露的。据此模型用兵，可速破云顶仙阶。现如今最关键的是要快啊！我们迟一步，老费就险一分。龙凌风，要速下决断啊！卢凌风，义兄跟你说话呢。我听见了。仙阶与县械有合约在先，我这个县尉管不了。管他什么合约，
难道废书有难，你不救吗？县尉的官职虽小，却是朝廷任命的。楚樱桃，你一个江湖中人，这其中的道理，你听不懂。江湖中人，还真不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官位。既然不是一路人，以后不再相见。哎，卢凌风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喜君，还请别再添乱了。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何意啊？今日你卢凌风，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卢凌风。云顶仙阶是诡异莫测，不做准备贸然前往，确实容易中了埋伏。我也知道你受了伤，不是已无大碍了吗？如今找到了这个模型，应该即刻研究用兵之策，趁着天亮一举剿灭之才对啊！更何况你已经打草惊蛇，你就不怕那些奸邪组织之人逃之夭夭？谁跟你说是奸邪组织？那些哑奴，你亲眼所见啊！来历不明，且皆呆傻，又不会说话，这不正对上了云顶频繁出现的人口失踪案吗？只是推测而已，没有证据。那你当如何？继续寻找证据。若指向云顶仙阶，请县里出公函，与之商讨。你说什么？是我没说清楚，还是你没听清楚？老费已确认失踪于云顶仙阶，你不救？身为县尉，不敢有私。那清溪呢？命案套着人口失踪案，这不正是彻查云顶仙阶的理由吗？你在教我怎么做县尉？我知道，一定是黄甫谭或者宋商从中阻拦。他们虽是你的上司，可如今人命关天，有时越权行事也不算什么大错。我听说，云顶仙阶是上一任县令在时主张经营的。我想，黄甫谭不会为了上一任的事儿跟你撕破脸。再说，就算撕破脸，又如何？陆凌风，若是能捣毁这害人无数的云顶仙阶，咱们此次西行也算值了。住口！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只是我的私人主簿？不对，黄甫县令说了，在云顶只能称管家。不管是管家，还是私人主簿，苏某不干了。陆凌风何在？无能之辈。义兄，站住！从现在起，你就待在县县，不得离开我半步。卢凌风是指不上了，你我当如何？趁天黑之前潜入云顶仙阶，若救不出老费，便陪着他死。你仍按原计划去探那个美参殿。老费是咱们的朋友，咱们的恩人，还有那个清溪也同为生命，不可不救。老子不等什么海整时刻，我就在这儿睡觉，
到明天早上领赏钱。怎么样？好了，来，林哥，过来帮我一下啊！好，撒手。你确定要这样？为救老费，得探破此诡案。宿命虽死无憾。没事，只要你不出来，应无性命之忧。天黑了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义兄和樱桃要去云顶仙阶，还不有所作为吗？我无能。卢凌风，义兄白天问的话，我再问一遍：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会变成这样？我本是相信你的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胆识和勇气。但现在看来，我错了。干什么去？云顶仙阶就近施工。愚蠢！卢县委，怎么对一个女孩子说这么难听的话呀？有失范阳卢氏的风雅。裴小姐，我听说令尊是前吏部侍郎裴坚，到云顶后，你还没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吧？哦，那就好。今晚酒席宴上，让黄府县令、宋县长多敬你2杯。我可没心情喝酒。从长安到云顶，跋山涉水，裴小姐一路同行，与卢县尉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。此事他虽稳坐县县，却心急如焚。裴小姐要想帮他，今晚这顿酒得喝好呀。这位是前任县尉司马亮。今日我被毒箭所伤，就是被他所救。司马兄值得信任，喝酒确实可以解忧。但今日我刚与他们吵翻，不知……放心，我已经替你约好了。裴侍郎的千金，哎呀，卢凌风，裴小姐随你来到云顶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怪我，小女不想惊动县令县丞。再说，家父已被贬局县。被贬？那只是暂时的吧？我听说新天子所倚重之臣，多数都是裴侍郎提拔的，怕是用不了多久，令尊就会重返京师，入朝为相了。啊，倒是有这些传闻，不过都是传闻而已。裴小姐，请上座，请上座。亥时已至，半个时辰后关闭大门。届时未退出者，视为参与猎杀，生死自负。娘子真来了。既已约好，又岂能失约？只是外面那2个红袍怪人吆喝什么呢？听着好烦人。白日里，你不是说你知道云顶仙界的规矩吗？知道啊，我戴了面具。
看亥正时分，即将开始的猎杀游戏。哦，也听说过，那些店主都仓皇而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那不是和娘子有约吗？笑死人了，鬼都不信你。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？待会儿你会不会猎杀我呀？娘子这么美，我怎么舍得？哦，真是一伙的。不，只是云顶仙街的老板是我的好友，他喜欢美参。他每次来我这儿美参，我都不收钱。作为回报，猎杀游戏不得骚扰我的店。你看，这么多颜料花样子，要是允许藏人再来猎杀，那要糟蹋成什么样子，还怎么做生意？当然，在我这里躲过一夜的人，也不能领取酬金。在你这里躲过一夜的人，都是女子吧？是，但你是最美的一个。瞎说，我还认识一个，不仅人长得美，舞跳得更美。哪有？娘子，你想画什么？画在哪里？芍药，含苞待放的芍药。画在哪里？肩头，一边一个。你不是来买参的吧？不美参，冒着被猎杀的危险来找你，就只有一个目的了，找人。那娘子叫清溪，善舞，肩头各画了一朵未绽放的芍药。前夜亥正时分，她来找过你，人在哪儿？我怎么头晕了？头晕，你坐会儿，休息一下。你刚说那女子是在我这儿画的芍药，不过前夜没来过，你弄错了。想见清溪还不容易吗？先跟我缠绵一会儿，亥正时分把你卖上去，自然就见到了。你仙府解谜香的药我就不能，赶紧说，人让你卖到哪儿去了？上面，他们要找漂亮的女子做女哑奴，买家是从长安来的，10万钱一个。你卖了多少钱300钱。混账！你卖了几个？4个，我答应他们今天晚上再买2个。2个？除了我还有谁？柜子里。求求我，前夫这个畜生奸污了我，他还说要把我给卖了。云顶这地方风水就是好，常来贵人。记得2年前，宋县城那位同窗可是带来了大人物啊！不能跟裴小姐比，喝酒，喝酒。皇甫县令，宋县城，今日怪我太过莽撞，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。现在借司马兄的酒，敬2位全当赔罪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卢凌风敬酒，我自要相陪。来，干！卢兄是因为什么事情赔罪啊？不会是云顶仙街吧？司马兄还真猜对了，就是云顶仙街。我很好奇，云顶县为何会允许它的存在？
年轻气盛。当年我和你一样好奇，不过自云顶仙街开业后，我就心服口服了。你以为四面八方的人往这儿跑，仅仅是因为云顶是美酒之乡，仅仅因为这里不禁夜有夜市吗？不对，上一任云顶县令不到2年时间就提拔为沙州长史，那是因为云顶的赋税是韩州之最，这赋税2大支柱，一个是酒，另一个就是云顶仙街。哦，有钱人来到云顶仙街是必游之处，卢县尉要是把他查封了，这黄甫县令和宋县城可是要跟你没完呐！既然司马兄提到了此事，那我就说2句。关于云顶仙街的猎杀游戏，大唐确不曾有过，但是长期存在下去，会不会破坏本地的公序良俗呢？这一点卢县尉不必担心。这是我整理的名单，早就请黄甫县令过目了，你看了就知道。迄今为止，死于云顶仙街的地痞、无赖、赌徒共计306人。我不敢说我云顶县完全风清气朗，但奸恶之徒至少被清除了70%以上，有前科案底的被清除了90%以上。我到任之际便有判断，为了发横财到那楼中亡命一搏的，多数不会是什么好人，故而我才支持。原来是这样。虽然其中死者也有少数良善，可做什么事儿都不可能万全嘛。多谢黄甫县令的教诲。不敢不敢，喝酒。黄甫县令，宋县城，我敬2位一杯。裴小姐就别敬了，我一直看着呢。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，裴小姐每次只是抿上一小口，这个敬法我们可没法喝呀。我敬酒只喝1口，但被敬之人要全喝完。这规矩啊，是公主定的。去年在洛阳，卢凌风力战天铁熊，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公主。为表感谢，公主邀我们同饮。席间，公主敬我1杯酒，我不知深浅，一饮而尽，就喝醉了，却醉倒在了公主的怀里。公主也没命人叫醒我，就那样让大家接着喝。醒来后，我吓坏了，连忙给公主赔礼，但公主却说，从今以后，在大唐境内，我与任何人喝酒，只需抿1小口，但对方必须喝完。云顶当然算是大唐境内。等我回到长安，我一定会和公主说，黄甫县令和宋县城很照顾我和卢凌风。县令，抱歉，之前未讲明实情。此番西行，是公主命裴小姐随我前来的。好，裴小姐敬酒是我的荣幸，我干。宋县城，公主虽比不了新天子，不过朝中宰相多出自于她门下，您这是不给公主面子喽？哪里，我干。亥正时分，猎杀既起，见得晨曦，10倍金银，先接金银垂4瓜，
舍命一搏就能摘到了。不是2个吗？那个还没有画好，明日再送上去。走。此时已过亥正，想安全离开是不可能了，也不能叫那些杀手进来。一旦情妇的尸体被发现，咱们俩就危险了。女侠，是你救了我，我是在头顶你的。别杀我！别杀我呀！放几个月前，你小子早就没命了。现在我们可舍不得杀你。看这小子身强体壮的，一定很值钱。走，陪你喝好酒去。走。我黄甫谭绝非贪杯之人，身为县令，我喝酒，大家就都喝酒，以酒为生的云顶人就有钱赚了。我这叫无为之治。说得好，我再敬您一杯。不喝了，不喝了，再喝我就醉倒了。黄甫县令，我替家父敬您一杯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多年前您来过我家。裴小姐如果不提，我都不敢说。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县尉，我就怕裴侍郎记不住我呀。那日走后，父亲说黄甫谭面容平和，内藏锦绣，他日必成朝廷栋梁。真的？裴侍郎对我竟有如此评价，我黄甫谭，看，哎，我内急，失陪一下。宋县城，毛策不在这边。哎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那可不行。你什么时候跟司马亮混到一起的？你们故意把县令灌倒，意欲何为？看来你猜到了，宋商，你要去云顶仙街报信，那可不好。还是回去接着喝吧。龙凌风，你想动云顶仙界，你别忘了那道圣旨，我现在就把你就地罢免。宋县长，这黄甫县令喝多了摸他身上的东西，算偷还是算抢啊？这东西不是黄甫县令的，这是……你个被罢了官的，跟龙凌风勾结在一起，有何好处？你得掂量掂量。是罢了官，白衣之身更自由。来吧，我敬你3碗。我不喝。宋商，今晚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你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，要么我喝醉了横刀乱舞，让你什么都不知道。
陆凌风，原来你早有准备。只能出此下策了，不然被就地免职，我一兵一卒都调不了。刚才宋尚书的密旨是为何物？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西君，你立刻帮我起草一封信给陆都督，把今日之事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。我要跟你一起去云顶仙阶。怎么，你担心我？可云顶仙阶凶险，你若去，我更会担心。那我留下给陆都督写信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会的。多谢司马兄及时赶来相助，否则陆凌风绝想不出这么好的对策。这小聋子耳朵灵，知道你有难处啊，特意跑去告诉我的。司马兄，我着实费解。这云顶仙阶，那些楼宇始建于20年前，原想效仿长安鬼市，为夜间想做生意的人开放，结果因建在山中，且监工者偷工减料，哼，大殿坍塌，侍婢师吕仙客的2个儿子就在那次事故中被砸死了。等等，吕仙客的儿子负责督建工程？不，他们想工程结束后成为云顶鬼市的经营者。后来吕仙客一直带人重建，终于在几年前竣工。可由于死过人，老百姓颇为忌讳，所以原本的计划迟迟没能实现。那时我已是云顶县尉，综合地理位置、往来客商的需求，更为以酿酒卖酒为生的云顶百姓谋福利，提议取消夜间，在县城中心开放夜市。吕仙客极为反对，说我是云顶最大的酒商，推行此政就是为了自己卖酒，甚至多次去州里告我。只是最终，夜市开了，他的仙阶毫无价值。直到2年前，宋商的同窗巧舌如簧，何一鸾更号称是宫中之人。县令想高升，必要攀附，更何况有高额赋税，最终签下合约。猎杀游戏由此开始，吞噬着性命与金银。我虽反对，可他拿夜市要挟我，要关一起关，要开一起开。云顶不夜禁，富了百姓，繁荣了贸易，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，我又怎么舍得？只能忍到现在。卢兄既已看过模型，应该对云顶仙阶颇为了解。那就分兵吧。小聋子、王三儿、马喜，在。此3人已随我多次从后山摸上过云顶仙阶。大殿及周边几栋楼中，应有多处暗藏杀手。今日射中你的弩箭，就是他们干的。若想一举拿下云顶仙阶，必须先清除这些杀手。你们3人配合陆县尉。是。司马兄，清除杀手的事就拜托你了。我身为云顶县尉，应带队正面进攻，方能起到震慑之效。你是忘了云顶仙阶的所谓规矩了吧，陆兄？我戴上面具，就是现任云顶县尉。怎么，不放心把这么多人交给我？不是的，司马兄。别说了，我们欲捣毁云顶仙阶，定擒贼先擒王，而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？我从正面杀入，替你吸引明枪暗箭，一旦我有失，你再现身，方能起到震慑之效。不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一身白衣，死不足惜。可你是云顶县人县尉，你若有差池，此战必功亏一篑。再被那宋商反咬一口，你当如何？听魏兄的，就此分兵。卢县尉，跟我们走吧，这里有条近道。诸位，
随本县尉直捣云顶仙阶，行军1刻之内，掉队者斩。是。情妇送来的是，说好了2个，如今只送来了1个。估计另一个他是舍不得了。情夫这个色鬼，改天把他也制成哑奴，就让他不停的画。小娘子虽称不上貌美，却也让人喜欢。等你以后变得听话了，我做你第1个主人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无法乱，斧头案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暗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。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。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。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